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安里干教堂是一座拥有121年历史的英国教堂。在100年之前，这是列强入侵天津时所留下的建筑。现如今，这里成了集咖啡馆、音乐厅于一体的地点，并以安里干艺术中心之名向所有游客开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天津的安里干教堂。以前一直有老粉希望我拍一拍安里干教堂，我回答他们说等一场大雪。现在好不容易下了点雪呀，咱们赶紧来啊！待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的逛逛这儿。如果你要去安里干教堂，记得把导航终点设置为安里干艺术中心。虽然它在泰安道英式风情街上，但它真正的入口却在浙江路这一边。进教堂的院子理论上不收门票，但我去的那天教堂本体没开，所以必须得在旁边的咖啡厅点单才能进入院子里。我这一单是2件套，一共花了90块钱。正好这一天出来看雪，不知道吃点什么，干脆就从它开始好了。吃蛋糕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这种彩色小糖球不要使劲咬，不然牙会受不了。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吃完之后，我开始打量咖啡厅的屋子。入口旁边是个电子屏，上边有安里干艺术中心的简介，一会儿我们细说。而且我来这的那天，距离圣诞节还有半个月，但屋里的圣诞氛围已经很浓了。不只是屋里，连院子里也有很多圣诞的布置，还有不少游客来这儿打卡。要么最近这一年总有人向我安利这儿呢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教堂确实很适合拍照，无论是屋里还是屋外，都有不少出片的地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安里干教堂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？其实这个名字源于安里干宗，英文读作 Anglican Church，它也被译作圣教会，是基督教新教的教派之一。在100年之前，天津被迫开埠之后，安里干宗的传教士也来到天津传教。随着信众越来越多，他们也越来越需要一座教堂。一开始盖了一座小的，但根本不够用，前后折腾到1903年才盖起了一座大教堂。如果从那时算起，它已经有了121年的历史。这座大教堂的轮廓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样子。这座建筑上边有相当多的锐角元素，此外教堂的门洞也是层层叠叠的很深。建筑总体的风格则是阴郁且华丽，有一种贝尔蒙特与德古拉相爱相杀的美，加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哥特风格。后来在1935年，教堂遭了灾，给烧得七零八落，直到1936年之后才正式复建完毕。我们如今看到的便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版本，只是这个教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征用成仓库了，之后虽然被腾退了，但是一直关着大门，直到2022年才以音乐厅的身份重新对外开放。为了等教堂的雪景，我是等到如今才正式走进了这个教堂的院子。但是不碰巧，这次它没开门，只有旁边的咖啡馆开放了。看来雪景和教堂的完全体终归是不可兼得，哪怕千算万算，这旅途中或多或少也会留下各种遗憾。我在过去的大半年里游走于全国各地，看过了很多风景，也留下了好多没看完的遗憾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只要在当下看了好风景，然后再把它记在心里，那也足够了。旅行这个事儿，追求的就是眼前的快乐。如果我们真的在旅途中彻底放松，不制定细致的目标，不纠结网红打卡地，甚至不担心自己到底看完没看完，而是只享受当下的感受，到那个时候就不再会有什么遗憾了。这便是生存1分钟，快乐60秒的真谛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100年前，天津异租界有了圣心堂，很多人从此多了个信仰。100年后，天津在修建地铁时，差点拆毁了圣心堂旧址。后来在历经多方斡旋之后，这个地方被保存了下来。这个教堂的旧址也见证了一段100年信仰史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圣心堂遗址的附近啊，在天津市的河北区。这个地儿是一个废弃的教堂，待会儿咱们一起逛一逛这个地方。这是圣心堂旧址的牌子啊，原来在这个位置。在清朝的末年，中国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大门，很多城市被迫通商开埠，天津就是其中之一。在不平等条约的加持下，曾经有9个国家在天津开辟过租界。我们今天聊到的圣心堂就是意大利租界的遗物。在1902年6月，意大利在天津划走了一片租界地。纵观全中国、全亚洲，甚至全世界，抛开殖民地不谈，天津异租界是意大利在海外唯一的租界。可见意大利在列强里不算最强的，但大清在废物里还真是够废物的。意大利在建设租界的时候，
还真没少盖小洋楼。我们今天探访的圣心堂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。在意大利慈善家的财力支持下，圣心教堂于1914年正式开工建设，于1922年正式竣工。从竣工到今年，圣心堂的历史不多不少，整整是100年。它的位置在如今的河北区建国道73号，全名是方济各会圣心教堂，又名耶稣圣心堂，是一座2层砖木结构建筑。整座建筑用红砖砌筑，屋顶覆盖红瓦，而其他的白色部分则是用北京运来的白石砌成。这座建筑很快成为了传教的圣地，也不怪他们迷信，在看不到希望的年岁，人总得信仰点什么，才能支撑自己活下去。不过几十年后，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变化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唯物主义压倒了唯心主义，物质压倒了意识，洋教修女离开了。原本从属于教堂的医院一跃而起，当了老大，教堂的地位反而降低了。几十年后，局势又悄然发生了变化。2008年，因为修建地铁2号线，圣心堂开始面临拆迁的问题。在多方的斡旋之下，这座100年老建筑被保留了下来，并一直留存到了今天。保护它，就是保护肉眼可见的历史。毕竟有些时候，白石红砖的说服力足以胜过那些泛黄的纸张。天津的这些洋楼建筑本身就是对屈辱殖民史的记载，从地图上抹除自己的历史，那也是一种背叛。如今100年之后，教堂早已大门紧闭，不再对外开放，连窗户都被封上了大蓝板子，屋顶也到处都长满了杂草，处处都是荒凉破败的景象。但旁边的马路依然是车水马龙，人头熙攘，还有不少人在这排队。他们如今信仰的是什么呢？可能是科学吧，我不知道。只愿家乡的男女老少都在科学的庇护下平安喜乐，百病不侵吧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瘟疫导致无辜的孩子惨死，最终酿成流血的冲突。这段血腥的往事史称天津教案，又称火烧望海楼。而这场冲突所在的地点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座教堂里。望海楼教堂，原来这就是望海楼教堂。刚才从远处看没有牌子，看不清楚，离近了才看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现在就在望海楼教堂的旁边啊，因为看到这边有彩绘玻璃，所以我选择这边拍摄。一会儿咱们一起好好逛一逛这个著名的景点。以前总听说火烧望海楼，这回总算见着活的了。望海楼的位置在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西端北侧，也就是在海河的边上。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望海楼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，旁边还有一个同款建筑，总体来说比教堂矮小一些。这个小屋子以前是教堂附带的医院，现在是天津北洋医院。现如今的望海楼教堂已经不再对外开放参观了，我们只能从外边简单看看。教堂坐北朝南，总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占800多平方米，墙面由青砖铺成。如果你绕到教堂后面，就能看到这个重建后的教堂，用的是教堂里常见的彩绘玻璃，玻璃上印刷的都是宗教里的故事。这便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望海楼教堂的全貌。说到望海楼这个名字，也算得上是古而有之。早在清康熙年间，这里就有一座望海楼了。那时候的望海楼是皇帝出巡时用来歇脚游玩的地方。在第2次鸦片战争后，这片地方成为了法租界。在法国传教士的主持之下，一座新的天主教堂拔地而起。法国人自己给教堂取的名字是圣母胜利之后堂，但天津当地人却沿用了过往的叫法，将其称为望海楼教堂。这座教堂之所以会被载入史册，终归还是因为天津教案。望海楼教堂附近有个仁慈堂，也是法国传教士的地盘，修女们在这里一边传教，一边收养当地的男女孤儿。在1870年，因为瘟疫和管理不善，被收养在这儿的孩子突然大范围死亡，这些尸体被修女们草草掩埋，结果在乱葬岗被鹰啄狗刨，惨不忍睹，一时间民怨沸腾。与此同时，有人抓住了一个诱拐孩子的地痞，这个人招供出来，他把自己诱拐来的孩子都卖进了天主堂里。原本盖教堂的时候就拆毁了很多民房，所以当地的天津土著早就恨透了传教的洋鬼子。而这个事件发生之后，流言更是1传10，10传100，大家都说洋鬼子专门拐孩子杀孩子，双方的矛盾被激化到了一个新高度。
很快，手持刀枪的乡民包围了天主堂。当傲慢无礼的法国人向中国人打出第一枪之后，愤怒的乡民一拥而上，血洗了望海楼天主堂。在场的法国教士几乎都被当场杀死，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，而天主堂也被付之一炬。但没过多久，列强便派来了舰队兴兵问罪。软弱的清政府没有办法，只好拿乡民开刀，处死了为首的16人，缓刑4人，充军流放25人，赔偿列强49万两白银，才算是把危机平息了下去。在之后的岁月里，望海楼教堂又被多次摧毁，也被多次重建。我们如今看到的望海楼教堂是1983年修缮后的版本。这段历史是所有当事人的成年礼，它告诉我们，落后要挨打，野蛮而傲慢的压迫也是要招来反抗的。任何矛盾都不会随着时间消逝，反而会随着时间逐步加深。如果尽早解决，或者还能维持一份体面，拖得越晚，造成的伤害就越深。这不是靠糊弄就能解决的。可是又有谁肯在历史中吸收教训呢？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